大家好，我是人生赢家。感谢您找到这个视频，选择和我一起探讨和学习王阳明的心学。王阳明，这位明朝的大儒，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历史记载，他的思想就像一种神奇的东方力量，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接下来，直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学习之行，希望你能坚持看到最后，你的行为就是知行合一的开始。要对王阳明的心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，我们最先要明白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修心。让我们深入地探讨一下修心的含义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心是我们人体的中心，是我们思想的源泉，控制着我们的行为和情绪。因此，要想改变我们的行为和情绪，我们必须首先修正我们的心。修心，简单来说，就是改变我们的思想，让我们的思想变得更加积极、更加宽容、更加开放。有了这样的心态，我们才能看到生活的美好，看到他人的优点，看到自己的潜力。修心的过程是个长期的过程，需要我们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坚持。通过刻意的练习和反思，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修心。而后，我们的生活才能趋于和谐，因心的改变，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思路、我们的情感都会有所改变，进而影响到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职场、我们的社会。接下来我们要谈的第二个原则是认识自我。认识自我是一种个人内省和自我反思的过程，这需要我们提高自我意识，更深入地理解自己，知道自己是谁，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，并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。只有通过深入地理解自己，我们才能找到自己生活的目标，才能够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，才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管理自己的生活。第三个原则是心中有道。心中有道指的是我们需要有一种内心的指引，这种指引来源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、对生活的理解以及我们的道德观。拥有正道的人，他们的行为始终符合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，他们能抵制诸多诱惑，始终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。他们心中有光，拥有清净、宁静的心境，虽受诸多围攻，但始终能保持本心，始终能处理好内心的挣扎，始终能走出困局。第四个原则是知行合一。知行合一是心学的最重要原则之一，它强调知识和行动之间密切的联系。理论知识如果只停留在认知层面，没有被付诸实践，那么就失去了意义。只有当知识转化为行动，才能真正改变我们的生活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，成就我们的人生价值。第五个原则是身心统一。人是一个整体，身心是相互联系、相互影响的。我们不能够只重视身体健康，忽视心理健康，也不能只关注心理健康，而忽视身体健康。一个人要想保持健康，就需要保持身心统一，互相平衡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应当辩证看待自身的各种情感及面临的问题，通过调整心态来应对生活中的困难，同时也要合理安排生活，科学饮食，定时锻炼，让身体达到最佳状态。第六个原则是内外和谐。内在的思维和感情要和外在的行动以及环境要达成和谐，这个是王阳明心学强调的一点。重视内心的安定、理性以及与社会环境的和谐相处。在面对内心的动荡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动时，我们要学会调整自己，使得内心与外部达到平衡。开放心胸，接纳事物的发展变化，那么我们也就能在生活中得以从容应对。第七个原则是致良知。王阳明在他的心学中提出了良知二字，良知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，是内心最纯粹、最本质的东西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良知，都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这是我们的内心指南。
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听从自己的良知，让自己的行为符合良知的要求。第8个原则是立德。王阳明心学中的立德，强调个人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，倡导人们要有高尚的德行和品格，应以高尚的德行来影响和感染他人。每个人都应该设立道德标准，严于律己，克己奉公，在未涉及道德原则的情况下，可以处事灵活，但在关乎道德原则的问题上，必须坚守道德底线，绝不妥协。第9个原则是自觉自知。王阳明强调人们要自觉自知，意识到自我，实现自我，这是他心学的重要一环，要求人们不断反省、自我成长，要具有自我分析、自我评价、自我调节和自我提升的能力，保持与社会、环境、他人的和谐关系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。第10个原则是知行皆修。心学中的知行皆修，既包括修炼人的心性，也包括实践和行动。知行合一，知在先，行在后。所谓知，在于人的心性和悟性，是人的精神面貌和道德品质；所谓行，则在于人的行动和实践，是人的实际行为和社会表现。王阳明主张人们要在实际生活中将知识转化为行动，实现知行合一。第11个原则是心地高尚。心学中的心地是指内心的秩序和规则，也可以理解为我们的道德准则。一个人的行为习惯决定着他的内心秩序，而内心秩序又影响着他的行为。心地高尚的人，他的行为总是积极的，乐于助人，对他人充满爱心。第12个原则是明鉴。明鉴是指人们应该有自我反思的能力，像镜子一样仔细审视自己的行为和内心，找出自己的不足，以便进行改正。这种自我反思的过程，也是心理成长的过程，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，更好地与他人相处。最后一个原则是生活实践。心学强调知行合一，重视知识的实践。生活实践是知识的源泉，也是检验知识真伪的标准。王阳明主张人们要在实际生活中体验和练习，借助于实践来磨练自己的意志和品质，以不断提高自我认识，不断进步。以上就是王阳明心学的13个原则，它们构成了完整的心学体系。希望每一位观看的朋友们都能深入了解这些心学原理，并真正将它们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。我坚信这将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。再见了，我的朋友们，记得保持快乐，保持热爱生活的热情。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再见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哦。